相信最近大家都有留意到一个故事，就是 Rocky 的故事。那这个狗狗呢就被残忍的杀害了，所以今天就有一些故事想跟大家分享，更可能分析一下马来西亚的一些狗狗的法律到底是怎样的。今天的故事肯定会比较残忍，而且也掺杂了许多我自己对我自己的毛孩子的一些想法、感受跟思念。那这个视频呢，我先抱歉说一声，就是我没办法做到非常的中立，所以这里还希望可以得到一些谅解啦。我自己家里从中学开始就已经有在养狗了，所以以前在中学的时候，我的家是有一只混种的 Rottweiler， 它的名字叫 Prince。然后因为有一次他去散步的时候，那因为这个心丝虫病heartworm 的 disease， 然后就好像心脏病，然后过后就送去医治，然后去抢救，然后到后面就细菌感染，然后就去世了。大学时期其实我也养过2只 Jack Russell Terrier，就是那个 Mask 里面的那个 Milo。那第一只呢是叫 Baby， 他不知道谁喂他吃那种南嘎，不懂谁给他吃南嘎，我也不晓得。然后就吃了过那个南嘎的那个 seed， 就卡在他的那个胃那边，然后我们就跟他开刀取了出来，结果又来第二次，又不知道谁喂他，谁要害他我也不晓得，然后又乱吃东西，然后又再第二次去开刀，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呢就细菌感染去世了。那个时候其实我是哭到最惨的啦，因为那个时候医生还跟我讲说他应该是可以回家了的，他讲只要他可以吃东西就可以回家。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我们在喂他的时候，他就听到医生这句话，他就开始在吃东西，然后我就很兴奋，就觉得明天就可以回家了。结果隔天医生就打来说他已经走了，可能是那一次是一个我们讲的回光返照回光返照这样子吧。第3次狗呢，就是 after 这个 baby 去世过后，太想念它了，所以我们那时候我就买了另外一只 Jack Russell Terrier， 我就称它为 Memo。那 Memo 的意思就是好像一个记忆这样子啦。然后它那个就比较调皮，还很小。就在有一次，就当天还蛮奇怪，在我外婆去世的当天，它也跑出去，然后不小心被车撞死了，然后就也不知道谁撞他。当我们看到的时候已经是太迟了，可能他想要去陪我外婆吧，想法是这样子啦。过后我就有一段时间我其实还不敢养狗，因为那个心灵打击真的很大。直到12年前，我跟我太太就领养了一只巴哥，当时他已经有3岁了，然后现在是大概15岁，很老了。隔了1-2年，我们也领养了一只流浪猫。这个猫呢就很尴尬，因为从它婴儿开始，就是它的妈妈就带它就来到我们家，然后就开始喂它，喂到它变成年了。因为我家是 townhouse 嘛，所以 townhouse 的时候，它就每天会进来，过了那个巴嘎，他们就在那个 parking 那边然后我就喂它吃东西，这样从 baby， 然后就养到它妈妈丢下它过后，我们就继续喂到变成年，很可爱。一回到家，几乎就是你会听到一个喵喵喵喵的叫声，因为它就是从门口外面跑进来，然后就在门口等我们，它也不会想要冲进屋子里边，就在旁边的 parking 里面等，看到你们回到家了，它就很安心，它就走掉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动物还是很有灵性。直到有一天，我很尴尬的是，很不小心的，有一天我回到家，我还驾车进了那个 parking， 然后进了那个 parking 过后，我就关那个自动门一关自动门，突然间就听到外面有2个人在喊，2个印度夫妇在喊，那我就想什么事情呢？我奇怪，还在敲那个门，然后我才发现到原来那只猫因为要欢迎我嘛，它就冲进来的时候，刚好过那个 auto gate 的时候，正巧的那个门就在它的头中间，然后我就赶快把它开掉，然后它就瘫在那边，就完全不会动。然后我就把那只猫带进屋子里面，然后就慢慢喂它，然后看到它气喘，就完全喘不到气然后就带它去看兽医，然后看完兽医过后所幸的是没有事情啦。可是从那一天开始，就决定把它锁在家里面，不要给它离开。那个猫其实还蛮可爱的，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它每天撒娇嘛，就在门口撒娇，然后偶尔就会去抓点什么死老鼠死的那种鸟的头蟑螂壁虎来送给我们我们不会欣赏。直到那一天就是发生意外过后，它从此就在我家里面，然后我就不要给它出去
外面太危险了。这是我的第二只，就现在还在养着的猫。还有一只八哥，刚才那八哥咯，它叫 Domo。当然最令我心疼的是11年前领养的一个毛女儿，它叫莫卡。那为什么会觉得它很心疼呢？是因为它是那种无良的狗的繁殖场里面丢出来的，然后丢出来的时候是因为它没有办法再生殖啦，没有办法再生育了，所以就丢给那个 pet shop， 然后 pet shop 就问我们要不要领养了。我们带它回去的时候，它几乎是毛脱到乱七八糟，连走路都不会走，身体是缩成一团，然后是一直在发抖。我们抱它的时候，它一直在发抖，一直在发抖，因为它怕，相信人类对它的阴影太深，所以任何一个陌生人抱它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些发抖跟一些抗议的一些现象。可是它不会到咬人，只是它很害怕而已。花了1年，终于把它蜕变了，长完毛，毛变得很漂亮，然后养了8年了。就刚才讲的咯，就是很不幸的是在2023年的时候，应该也是因为他的那个子宫癌的部分，所以他就吃东西也不断出血，大便也不断出血，然后最后也离开了啦，也是哭到半死相信你有看到我的 Facebook 的话，应该有看到这个 story 啦。我又放他的照片 before and after， 只能说算是给了他美好的下半生。其实我想说的是，根据我的经验，狗是不会特意去攻击人的，除非他们觉得那个人很有敌意，或者是他们很极度害怕。那时候我还记得我把这个八哥带回去的时候，这个动物带回去的时候，它就真的是咬了我好几次啊。然后我那个时候我还给他一大巴掌他，可是因为他们害怕，然后他们不熟悉，甚至可能过去的一些阴影，导致到他们很怕人类，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些反常的态度跟形态啦。包括好像他是被遗弃的嘛，然后心理很脆弱，所以很多时候可能会害怕失去东西，所以你靠近他或者是想要拿他的东西的时候，他会想要咬你，有意要咬你，其实他只是在保护他自己啦，直到他信任你为止咯。这跟我家猫猫也是一样道理啊，就是你逼它洗澡的时候，它就会反抗，它很害怕洗澡嘛。你养够猫的人都知道，所以它会找你。猫跟狗就是这样子，这个跟人类一样啊，就是如果有一天你遇到强盗，或者是遇到有人要侵犯你，那你自然就会反抗，自然就会有一些自卫的现象，难道会有错吗？更何况今天想讲的这个主人公 Rocky 也没有攻击人的证据。就在2026年7月底3个月，这个 MBDK 也前身叫做 MPK 啦，在这个达曼德洛戈东印达在捕抓这个狗的行动的时候呢，就引发了一次这狗狗的惨剧咯。它的名叫 Rocky， 当时他们是用那个 loop 那个套索来套着那只狗来捕那只狗的。当然期间有很多民众就很激烈的去阻挠这个执法，甚至有人想要把这个套索给剪断了。结果很可怜的是 Rocky 被毒打啦，然后绳索被勒着了这个脖子啦。然后我看到那 video 其实我也不敢看，太残忍了，太残酷了。我想到如果是我自己的狗的话，我会哭到半死。所以他的家人在现场也不断的一直哀求，一直跪地求饶啦，求亲啦。然后那狗狗一直都在发抖，很害怕。可是到后面还是失去了生命啦，所以网民跟这些动保的团体呢，就指控这些涉案的人员涉及残酷的虐杀。虽然讲说 MBDK 回应讲这个是一场官方的流浪犬的捕捉行动啦，然后再加上他们有指控讲说 Rocky 是咬伤了一名小孩啦。不过据我了解跟做了一些 research 呢，发现到其实是没有的，他并没有咬了人家的小孩，也没有具体的伤人的记录。那仅仅只是可能有一些居民或者是可能执法人员觉得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就开始行动，然后他就做了这个当中的受害者了。随着呢，网民发起了这个 Justice for Rocky 的请愿的这个运动，雪州的兽医服务局也正式将此事报案啦，然后涉案的人员也有已经入供了。有关当局呢就承诺会将这个事情公平跟透明的彻查这个案件。这也难免让大家联想到最近在6月底的时候，有一只被受害的母狗叫旺旺，在广东，当时就生下几个幼犬嘛 ，baby 狗啊，然后半个月，然后结果就5名大概12岁的男童就勒那只母狗啦，然后拖行啦，
然后又拿有钉子的木棍去殴打它，还有它的 baby 啦。到后面还不够，还拿火烧那个母狗。我其实不敢看那个视频，坦白讲说很难受。可是听说就是他爬到去那个幼犬旁边，然后就还是看下他孩子怎样了，然后才断气。这件事情也是在马来西亚还蛮轰动的啦。所以来到 Rocky 的这件事情呢，就让我去研究了马来西亚对保护动物的一些法令啦。这边比较针对的就是 Animal Welfare Act 2015年动物福利法令。这个法令呢是马来西亚保护动物的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当中就有讲到说，如果有一些虐待的罪行，包括毒打啦、自残啊、火烧啊、不合理的限制活动空间，或者是遗弃动物等等的话，任何抵触这个法令的人呢，一旦罪成，都将面临2万至10万令吉的罚款，或者是最高3年的监禁，或者是2者兼施啦。违法者还可能被长达5年禁止有任何的动物，那个是给屋主啦。如果屋主有残害动物的话，同时我也去研究一下马来西亚执法单位对流浪狗的处理方式。地方政府好像市议会呢，他们主要都会依据地方政府的一些法令跟一些违行的条例去进行的，包括可能讲说2007年的养狗还有繁殖狗的这个条例等等，当中有不同的 SOP。根据 KPKT 的指南呢，就是捕狗队在接到公众的投诉过后，例如说狗咬人啊，或者是环境卫生问题等等呢，就需要使用合规的一些工具去捕抓这个狗狗啦。随后呢，就会安置于在市政厅的一个收容所。当然，当中并没有讲到可以杀害那一只狗狗。那在执行方面，有很多时候他们就有 outsource 啦，找一些承包商去做，然后就会有很多时候呢就没有或者是缺乏了专业的兽医的监督，所以往往这些前线人员都是手段非常粗暴，然后有时候会导致到动物受伤或者是窒息的。那收容所的这个机制呢，还有这个安乐死呢，大概就是如果被捕抓的狗在一个期限里面，通常是1到2个礼拜啦，没有人认领的话呢，或者是收容所已经爆满了的话呢，那他们就会给他们安乐死咯。当然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式往往就会引起很多人的一些争议，包括道德上的一些考量啦。可是也了解到，就是如果狗狗一直不断的繁殖下去，那也是一个大的问题嘛，对不对？再加上执法单位是否有没有一个 commission 或者是 incentive scheme 来捕狗呢？好像这一次的行动MBDK 的这个员工有没有讲说他们每一只狗都有 commission 嘞？这个还确实不敢说。可是早在2024年初的时候，那个 MBSA 里面就有引起一个全国级的风波啦，因为他们那时候有3天的捕狗行动，那是每一只抓到一只狗有30块的奖金。更在早之前呢，柔佛州呢就有曾传出过是他们有给抓狗的这个悬赏是55块的做法，还有一个 flyer 这样的。可是随后澄清呢，它只是一个内部的建议，并没有正式的推出。当这种捕狗跟这种赏金制绑定在一起的时候往往就会看到很多执法人员就是为了 commission 而使用极其粗暴的方式去抓狗了。然后还有一些争议点是，这些狗尤其是有人养的，他们是很善良很 friendly 的，反而就会变成他们的首选目标，因为他们很容易抓，太 friendly 了。这边我还是 highlight 一点，就是它跟种族完全没有关系啦，就大家也不要特地去讲说马来人you know because of haram 啦等等，我觉得跟穆斯林跟马来人其实没有太大关系。而且过去也有看到很多有一些好像 Pak Mi 的故事，是它是一个 Malay 救狗啦，然后如果你们有去参加过什么 Dr. Don 你会发现到很多兽医在实习兽医的都是马来人都是好人，都是马来人，跟种族其实没有太大关系，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拿种族来跟这件事情牵扯在一起。8月新闻的更新，随着调查的深入，时间就迈入了2026年的8月的第一个礼拜。Rocky 死亡的事件的争议不仅未见平息，反而更引起了更多细节的曝光，而且变得扑朔迷离。马来报章西纳海然呢，就在8月5日的时候就刊登了一个专栏的文章就讲到 Rocky 的悲剧在同情与公共安全之间，所以这个呢就为公众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当地的居民就有讲到他们自己的一些真实的恐惧。该住宅区呢就曾经发生过流浪狗追赶摩托车，导致一名年轻骑士失控翻车并陷入了昏迷的严重事故。这种长期的安全隐患呢，就使得居民对流浪狗
就极为敏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时的那天晚上，部分居民的情绪会如此的激动。当然，当中并没有讲说 Rocky 是元凶。另一方面，关于狗主人的责任的问题呢，也浮出水面。当中就讲到说，这个女主人呢，她其实也不称得上是主人，因为她并未帮 Rocky 申请宠物的执照，并且在夜间呢是任由他在外面游荡的，这就引发了外界的质疑咯。就刚才我们所讲的，他究竟是否具备有法律意义上的主人的身份，还是他只是一名定时的喂养者 feeder。 针对 Rocky 窒息身亡的关键的瞬间呢，现场也传出了不同的说法，就讲到说，其实在捕抓的这一个过程的混乱中啊，因为他是持刀介入嘛，他可能要拿来切那个东西嘛，可是他拿着刀的时候，可能就会导致到相关的那些单位的人员呢就无法靠近，怕被刺伤嘛，对不对？在防备还有僵持的过程中呢，一个就拉着那个 loop， 另外一个就拿着刀拉着那个狗，所以双方在拉扯的时候呢，就导致到这个套索呢就不断收紧，最终就酿成了悲剧。对我而言，如果这起案件是可以和平冷静处理的话，那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了，那 Rocky 就不会白白死掉。那你也知道我很关注这种狗狗猫猫的新闻嘛，经过这几天的反复的在看这个新闻，还有看到不同的角度过后，有一些额外的一些想法啦。就没错，这个执法单位呢，他不能在现场把那狗杀掉，这是他们不可以做的。他会把狗狗带回去，不过带回去过后，主人呢还是可以向地方政府去赎回来的。但如果你是没有登记合法宠物的话呢，没有执照嘛，对不对？那赎回来的时候呢，就有一些更严苛的一些条件，包括必须要完成正式的领养程序。这里可能讨论一下一些处理的建议跟长远的对策。那最好的政策呢，还是全面转向 TNR 的计划，就 Trap、Neuter、Release， 诱捕、结扎再原放。当然，这可能是政府部门最不想走的一条路，因为它会涉及到非常多的金钱还有拨款。虽然讲说以绝育代替捕杀是国际公认最人道却有最有效的方式，这个可以跟 NGO 或者是跟兽医建立战略合作哦。第二，还得从源头讲起，这饲主这个主人也应该要去申请宠物执照嘛，不要让狗狗夜间在外游荡啊。流浪动物的万恶之源还是弃养，所以必须要严格的落实宠物的微芯片 microchip 来登记还有执照的制度，对随意遗弃宠物的行为依据动物福利法令来处分，给他一个严重的重罚。执法手段的专业化，淘汰一些唯利是图的外包那种捕狗模式，然后这个市议会或者是我们讲的地方政府应该去建立一个受过正规的动物福利培训的专业队伍并且在捕抓和收容的这些环节里面呢，全程可以引入一些兽医的监督，当然也可以引入强制配备随身摄像机的方式，可以在行动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呢都录起来。那在刚才所讲的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这样就可以提供关键的证据了，这也可以保障执法人员还有狗狗们的安全。再来还是生命的教育还有社区的共存，就政府与民间的这些组织呢，应该推动一些基层的生命教育，那打破社会对流浪动物的刻板的恐惧，导致呢这些社区的居民知道如何的安全的与这些流浪的动物呢共存。但在我看来，在我们这个国家还是有点挑战你家有毛孩子吗？你对这个案件和政策有什么看法？是否有哪些部分是需要改善的呢？狗狗的主人们是否应该负起相对的责任呢？插水，我是松，我们下个视频再见。